在 GTA 中，那些你不知道致敬前作的彩蛋。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在这里补充一条上期视频遗漏的羞羞彩蛋。有时当麦克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可以看到阿曼达在床上给自己的嘴巴涂口红。当麦克发现他时，他就会将口红丢向我们。在仙人掌路旁的黄色酒吧内的冰箱旁，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4个奖杯盾牌，最上面写着2008年年度最佳表演奖，同时可以在下面看到一个摩托车照片。这很可能是在致敬08年发售的 GTA 4，以其资料片失落于诅咒。而在冰箱的正对面的墙上，则挂有一张拖吊车的照片，而开车的男子正是 GTA 4主角尼克本人。不过在 GTA 4里，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开拖吊车的，可能是R星在幽默地暗示我们，尼克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而当我们来到郊区沙漠旁的一间房子外面，可以在房子外面的桌子上看到这样一张海报，而这张海报正是 GTA 4里的通缉海报。而像这样的海报，有时候我们在天桥底下的小巷子里也可以来看到类似的报纸，比如这张上面是致敬 GTA 4 DLC 失落与诅咒的主角强尼，旁边的大字翻译过来就是税收的爱恨情仇。没错，正是那位开局被老崔踩爆头的主角。还记得珠宝店的劫案吗？麦克和莱斯特在洗衣店里策划着抢劫，接着莱斯特会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团队的时候，可以听到莱斯特非常幽默地说道 There was an Eastern European guy making moves in Liberty City, but he went quiet. 这个自由式闹事的东欧人正是在这4代主角尼克。像这种小彩蛋在5代里还有非常多，如果你也知道，请在评论区或弹幕打出来。有时当我们切换到麦克的时候，还可以在吉米的电脑里发现致敬 GTA 4主角的彩蛋，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尼克的表哥以及众多 GTA 4里的角色。在沙滩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举着牌子的流浪汉，上面写着塞尔维亚坏人把我的所有钱都拿走了。这里说的塞尔维亚人还是尼克。当我们第一次进入线上模式的时候，系统会让我们创建一个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母亲和父亲的形象，其中在父亲的形象里，我们还可以选择尼克来作为我们的父亲。这游戏很多地方，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随机事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他们2个逃离警察的追捕。逃离追捕之后，他会告诉我们有空隙的联系。他还说自己是来自自由式公爵帮的派奇麦克瑞里。这时系统会提示我们解锁了抢劫任务队员派奇麦克瑞里。随后当我们在佩里托湾抢劫案的任务里，就可以选择他来成为我们的队员。在赶往目的地的时候，随佛问他你以前有没有抢过银行。这里则是在致敬 GTA 4夜生活之曲的开篇。 First bank score.You know what? My first job ain't that interesting. I think I was spotting for my brother's scores in junior high. What is interesting is my biggest job, the Bank of Liberty City. Ah, shit, yeah. I heard you were part of the crew that took that down. I ran the crew. It was me, my brother Derek, God rest his soul, my pal Michael, God rest his soul, and another boy, Nico, who's probably dead too. They're all dead.Must have been jinxed, huh? 当你的富兰克林在线下购买了市中心的出租车公司，一定会接到出租车公司的这样一通电话，让我们去拉一名乘客送到码头。随后你就会在码头看到几辆挂着特殊车牌的车子 ，NIKOP 尼克布，还有这个 ROMANB 罗曼布。这里很明显指的就是尼克和他的表哥罗曼。在同一个区域，你还可以找到一辆带有 LUISLOPZ 的摩托车，指的是《夜生活之曲》的主角路易斯。你有没有在5代中看过电影？在洛省都有3家电影院是可以进去看电影的，在不同的时间段，总共有3部电影可以观看。当我们走到售票处时，可以看到卡波拉维诺这部电影。当我们看到影片中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幕。这个心脏是不是特别的眼熟？这是4代里自由女神像内的心脏彩蛋，可谓是双重彩蛋了。在太平洋的深处，我们可以在海底找到这样一个带小窗户的结构，靠近时可以在这里听到咚咚咚的声响，这其实是摩尔斯电码，翻译过来则是嘿，表弟，我们去打保龄球吧，因为罗曼总是打电话给尼克，让他去打保龄球。在韦德表哥弗洛伊德的公寓的冰箱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张 GTA 4的照片。在这里感谢果冻爱和果汁粉丝的提供线索，这个我是真没发现。在3人沉重的任务里 ，FIB 的经纪人安德烈亚斯·桑切斯，他其实是在《失落与诅咒》中作为伊丽莎白·托雷斯的保镖出现，显然他很可能是在 FIB 做卧底。随后在任务进行到中段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幕：一名 IAA 的探员正在用残酷的手段审讯 K 先生，而这名审讯员也不是别人，正是4代主角尼克的女友米盖尔。而在另一个任务里，我们还可以看到4代的另一个角色 UIP， 还可以在寻求真理任务中找到一个名为玛丽·艾伦的角色。在 GTA 4里，她曾是一个西面成瘾的女孩，而在5代中，她成为了艾普西龙胶的教者。有时切换到崔佛这个角色时，会看到他跟着一个骑小摩托车的人。
这一情节是最著名的 GTS 视频的参考。该视频由布拉德发布。布拉德曾在1991年的电影《罗宾汉盗贼王子》中扮演克里斯汀·斯莱特饰演的威尔斯·加利。这个视频展示出布拉德在自由城中找到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小摩托骑手时，那种无比高兴的状态。有时当麦克回到家时，你会听到他大喊 Daddy's back, bitches! 这则是在致敬 GTS 开场字幕中的第一行对话。当我们在街上闲逛时，可以看到这样一家店，名为布洛克，是一家卖衣服的。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布洛克致敬了4代里的布洛克区，也就是游戏一开始的那个区，是4代自由城里第3大区，就连这家店的 logo 也是出自那里。还记得4代的热狗小推车吗？名字非常的特别，名为吉娃娃。而这个热狗摊也成为了4代不去回去的地方。而在5代中，依然可以找到这样的热狗店，而且你能发现它已经从小推车升级成店铺了。而在4代中，如果我们拨打电话948-555-0100这个看起来像作弊码的电话号码，其实是可以打通的。接听的则是一个音乐鉴定平台 ZIT， 它会通过聆听你附近的音乐，然后发信息来告诉你是什么歌曲。但是如果我们在5代里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在读声之后，就会听到刺耳的声音。拨打其他4代的作弊码也是如此。